到京港新闻。经我市公安人员的不懈努力，日前213灭门惨案的犯罪嫌疑人已经确认，现公安部下达 A 级通缉令。案犯关宏宇，男，1977年11月20日出生，汉族，高中文化，曾于武威军区武警部队受训。 后因倒卖盗版音响制品被刑事拘留，驻京港市向阳区人民路东亚街小区9楼107，身份证号100-108-1977-1120-0041，身高1.78米，中等身材，望广大市民提供线索。我靠，味儿够串的啊！ 全是石块，认真点儿，继续。到现在人还没抓着。这要是光棍，下手也太大了，这他妈得多大仇啊！这是。周队啊，这片儿全是石块，我们已经发6袋了。6袋？对啊。啊，对，这是新来的啊，叫那个叫什么？叫周书童。啊，哎，谁啊？小徐，来几瓶水。现场在哪儿啊？等会儿。等什么呢？一会儿见着啊，叫关老师。 你是说关宏峰关队长吗？他现在也不是咱队长了，周队把他请过来当顾问的啊。知道吗？他可是我们警校的传说。快点啊！知道吗？他就是福尔摩斯，还有柯南。哎，我们老师给周队拿一瓶啊。好嘞。我们老师天天把他的案子当典型的案例给我们讲。他现在就是那个华堂纵火案，你知道当日击凶，还有那个319大案也是3天告破。 然后这所有工作人员多少？一共100多人。100多人。对，具体的我得忘了。淘宝的。小王。来了。怎么贴这儿了？快点，快点！哎，看看。哎呦，来了。那谁，把扯下来，快。 213灭门惨案犯罪嫌疑人这几点？什么时候？今儿早晨8点。嘀咕什么呢？咱们这赶紧扯来了呀！那边没有这个。 周队啊，来了。行嘞，好，那你们先忙啊，回头再聊。让一下。哎，嘿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有点滑了。你也是警察。 法官，那边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小丫头，你找宏宇。哎，这快。 刚毕业的。吐就习惯了啊。
这对不起，关老师，我叫周书彤，我今天刚毕业。其他部位呢？叫法医了。谁发现的？时间？早上8点多，民工发现。有目击证人吗？没有。监控呢？没有。尸源呢？缺头和右臂，只知道是个男尸，但是身份不详。哎，你们先把这些拿回队里再说吧。好的。毕业生。啊。阿道，关老师，我叫周书彤。你怎么看啊？我。问你了，摆什么造型？赶紧说话。北边是环线的公路，然后东西两侧都是附近的居民楼，这儿的隔音肯定不好，所以不适合分尸。我觉得凶手肯定是住得很远，应该是从环线把尸体往这抛的。这也太理所当然了吧？没事，丫头啊，一会儿跟我回队里。老关，坐我的车吧。哇，哎，你给老关当2天助手。好嘞，哎。接下来呢？要是你的话，接下来应该从哪儿入手啊？尸坑里的脚印，我看见他们都已经建模取样了。我觉得如果再分析对比一下，也许会有新的。老关，一茬不如一茬啊！你当初也没比他强多少。哎。小王，车钥匙给他吧。我？你先别围，坑里的脚印，这大包小包的，如果能用扔的，谁还下坑啊？回队里再说吧。哎，前面的车，挪一挪啊，往前开。小周，稳当点啊！好嘞，拜拜。快点啊，赶紧的！快点，等一下。多赌100块钱呢啊！这丫头撑不到明天。是吗？我家棒200。关队。我已经不是你们队长了。那是关队吗？他坏了，就是。这张通缉犯的脸还在队里走来走去，周队怎么想？听说他是为了他弟弟的案子才会这样闹翻的。你们，小徐，这是我们原来的支队长。哦，您就是关队啊？我来帮你吧。那小徐，你先出去吧。哦，好。快点。手续完整。骨盆部分生殖器被切除，部分内脏缺失。左腿完整，左右脚完整，右腿完整。这就是整个尸体的全貌，咱们开始吧。各切割伤口创面有明显差别，骨盆和生殖器用的是锯，躯干和四肢，像是劈砍、斧子之类的。指甲内有污垢，但没有见到皮肤角质层类的残留，似乎没有防卫性伤口，可见部分也没有致命性的创伤。毒死的。毒物检测需要时间。都给我。尸块总重54.5公斤，大概是体重的60%。大概90多公斤啊！为什么一条胳膊和一个脑袋会占体重的40%呢？
因为肢解尸体的时候，流失的血液、细胞组织液，还有部分不见了的小的脏器，把这些都打到富余量里，差不多40%吧。别补课了，赶紧查一下死亡时间。工具的温度和相对湿度是多少？啊？现场勘验记录应该在技术队吧？我去拿。洪队，龚宇还没有消息吗？没有。怎么？举报还能有奖金啊？你真的相信是他干的吗？我信什么并不重要。你们是亲兄弟，你应该最了解他的。我必须尽快见到他，我有特别重要的事儿要告诉他。现场勘验记录的案发地温度是17度，相对湿度是37%。那死亡时间超过24小时了。能再具体一点吗？尸体已经被肢解成这样了，肝脏和直肠的温度都不可靠，得做病理测试。还得做一个毒物检测，虽然看上去像是勒死的。心肺创伤符合吗？我刚才已经检查过了，胸腔里面有很多微小密集的水泡，符合窒息死亡的体征，而且颈椎也有错位，应该是。不过你再确定一下吧。周队通知我们，公园又发现碎尸了。对了，给肝脏做个病理切片，别忘了把塑料袋交给技术队。停住！站住！对，快！快！马上停车！停车！停车！马上停车！光003 1003，发现同一段关宏宇，发现同一段关宏宇，现在正挟持一名年轻女子逃亡，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！别他妈追了，那是关宏宇他哥和支队的民警，我的车你们不认识吗？峰哥，这儿！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那帮都是新人，不懂规矩。谢谢啊。没事。怎么样？那，喂，我是刚才往您家送外卖的，我的工牌是不是落在您家里了？工牌号是。怎么？怀疑是我弟啊？自己看。说什么呢？啊，这一地碎尸，赶紧干正事儿啊！来，给。以后你弟这事儿别老疑神疑鬼的啊，说不定早就跑南方去，离开京港。他的案卷是不是在你手里？哎呦，这事儿就不劳你帮忙了啊。又是左手。对，就是左手。2个被害人都是左臂，会不会有什么寓意呢？师傅，又找到一只，又一只，可不。这2只左手。妈的，他死杀了。清洁工说昨天白天还没有呢，这很可能是夜里拽的人。不对，这袋子上都没有露水，这但是草坪上都是露水。如果是昨天晚上抛尸的话，那这袋子上应该也有露水啊，应该是今天白天才抛尸的。把地图给我。
刚才那个石块在哪儿发现的？差不多就在这儿。离正门多远啊？300米吧。走，看一眼。扩大范围，再好好找找。好嘞。来，合景啊！去前面看一下有没有监控视频。那您呢？我去看看后面。好。你好，我的工牌是不是落在您家里了？工牌号是17655。找我呢？吓一跳吧？哎，来，快来呀！别愣着，看我准备了什么？嘿，今天呀，是我正式回归大自然的特殊的日子，所以必须庆祝一下。我呢，准备了这顿饭，咱哥俩好好喝一个。来，坐呀，别耗着，来，快快，饺子都凉了，吃一个，累了吧？来吧，谁他妈叫你叫外卖的？你想死别拽着我！你知不知道？你一个不留神，咱俩所有的努力就都白费了，下半辈子都得在监狱里度过。哎，亚楠，老关来了吗？没看见啊。行。关队，关队。谢谢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关队，关队。记住这些人的性格、兴趣、习惯，你要把他们当成你熟悉的人，在心里相处。关老师，你终于到了，大家都在等您呢。这是今天新来的实习警察，叫周书彤，是周迅派来的助手，其实是来监视我的。不过这孩子刚毕业，只是完成领导的任务，不用太为难他。走吧。来了。如果你紧张，担心露出破绽，就摸摸下巴。这是我一个无意识的习惯性动作，队里上下都知道。关队了。
哎，废话都不说了啊！今天现场勘验有很多新的发现，下面请官队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。这几组脚印里，您是怎么知道哪组是凶手的呢？还有关于凶手的惯用手是左手呢？凶手的足迹显示，抛尸的时候，他的支撑脚是左脚，而且从尸体切口的发力方向来看，他是左手持械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凶手的左手就是惯用手。这些全是您从足迹上就能推算出来的。现场除了足迹，也没有别的线索。大师，有没有什么别的发现啊？公园取到的足迹和工地的那组是吻合的，跟公园不同，工地相对比较偏僻，不排除凶手一袋袋的把尸体给拎到那儿去，而且抛尸的时间有可能是在半夜。但公园人来人往，又是大白天抛尸，大包小包，左一趟右一趟，扎眼又不方便。而且从公园2个出入口来看，汽车是进不去的。我觉得凶手可能是骑乘自行车或者电动车进入。可这轮胎印儿不止一组啊！既然人负重，脚印会加深，车不也应该一样吗？嘿，你倒是现学现卖你。到底是什么样的车？能具体一点吗？16寸通用车胎的轨迹，自行车或电动车？我个人倾向于电动车。脚踏骑车的情况下，两脚会在脚蹬子上来回发力，尤其是在遇到上坡一类的情况下，发力的区别就越发明显。所以从部分路段对轮胎痕迹的取证来看，车辙印的深浅始终没有明显的变化，也就是说，看不出来脚踏车发力的痕迹，是电动车的可能性自然就更大。关老师，我还有一个问题。啊，你说。就算是凶手骑着电动车出入，可他拎着，或者是拿着那么多包东西，那不也挺扎眼的吗？老关，你觉着呢？去这么长时间，赵，去看看。哦。你让他去男厕所。哦。棍队，您在这儿呢？怎么跑楼上厕所来了？我刚才去了趟警卫队。哦，等您呢。好。这么久，没事吧？啊？赵，小区垃圾桶又发现碎尸。这就是公园的碎尸，一男一女。两者的死亡时间不确定，但是很接近，很有可能是一同被杀的。他们是夫妻吗？目前还不确定。你怎么了？脸色不太好。没事，你接着说。从男士的病理解剖来看，28岁上下，女的从骨龄推测大概是22、23岁左右。好吧，我知道骨龄测试的倒推法可能不太精确，所以还需要进一步检验。小周，给关队倒杯水。哦。
怎么了？见尸体比见老婆还亲的人，搞得跟快吐了似的。呀，最近可能有点累吧，就是累了。宏宇。 宏宇真的没跟你联系过？我真的有事要跟他商量，这事不能再拖了。你也不想他后悔，对吗？我理解你的感受，但无论如何都尽量离高亚楠远一点。能不接触就不接触，能不说话就不说话。 你觉得他会发现我的破绽吗？咱妈不需要任何破绽就可以区分你我，这是一样的道理。当初你们俩太亲近了，亲近人之间总会发现异常的。我相信他，他不会出卖我，不管怎么着都不能冒这个险。他相信我是清白的吗？我总觉得你见过他，你身上。 有它的味道。男性尸体各部位均无致命伤，也没有防卫性伤口，但是女性左臂有多处淤伤。那指甲里呢？指甲里有带有血迹的新鲜的皮肤角质层。 很有可能在反抗过程中抓伤了凶手，而且被劈砍的伤口和其他尸块的切口不同。过来看，创面皮肤是内收，不是外翻的，也就是说，被砍下左臂时，女的应该还活着，身体的自愈系统仍旧在运转。目前就这些。 看我干什么？哎，知道你老大为什么晚上不开工了吗？因为一入夜，大脑就不转了。行吧，先跟周巡会合吧。这事儿大发了，这么多袋儿。 哎，几袋了？5袋，对不对？啊，清理好了。这回能拼个全部食品。那得看高亚楠他们了。来，辛苦了啊！ 从来不值班的人，这都快连轴转了，辛苦辛苦啊！对面是什么呀？这么长？哦，对面是家迪厅。告诉你们个好消息，没有发现新的被害人，跟公园的2具尸体能拼成2个人。关队，关队。 来，要不拉走吧？啊，郭老师，您不看了？哦，也行，好，那个亚楠，那辛苦你们了啊！老关，
累了哈，辛苦啊！累了，好，辛苦。郭老师，怎么查？啊？不是，我说怎么查？这听不清楚啊！你说什么呢？哎。 别抱着呀，把包放椅子上。你好，需要点什么？哦，给这位女士来一杯长岛冰茶，我要1大杯格兰菲迪。好嘞。关老师，我喝不了酒。行了，你听我说啊，你不是要跟我学东西吗？我告诉你啊，第一件事就是到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，明白吗？啊。大叔长这么大，带我呗。走呢，赶紧呢。那就跳吧。走这。哦。 哎，干嘛呢？别动手动脚的，哪儿的呀？躲开的。啊？什么价啊？200，不开发票。糊弄小孩的吧？啊，去那边去。不，让你滚，听见没有？没事吧？ 看那边了吗？瞎点什么头？我说看见那保安了吗？看他站那位置了吗？正好对着对面的垃圾场。他只要不是瞎子，就不可能什么都没看见，明白吗？那小汪不是已经走反过了吗？你是真不知道警察有多招人恨呢！啊，戴着大檐帽，谁跟你说实话呀？等快打烊了，请他喝个酒。你要请他们喝酒？ 哎，大叔跳舞呀！走。哎，等会儿。哎，起来。起来。哎，放松点啊，别穿得这么古板。郭老师，请那保安喝2杯去。快点，大叔。走。 郭老师，他怎么着呀？那个保安啊，真看见了。看见什么了？不是的，是一个戴着摩托车头盔的男的，然后穿着一个橘色的，不对，红色的。几点钟啊？9点。保安说了，哎，反正他那个。 摩托车头盔是红色的，你是说，一个穿着艳色服装的摩托车手？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呀！赶紧进来。这半年来，你一直让我努力学习，教我怎么破案。为了我的清白，你连工作都不要。其实，咱俩这么白天黑夜的倒，你挺冒险的，我心里都清楚。就是我这半年来，也没什么长进。 以我对周迅的了解，他肯定把你的案卷藏得死死的。他现在请我出来帮他破案，就是想盯死我，抓住你。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还开始喝酒了呢。2号、3号尸体已经完整了。 男的28岁左右，1.81米，100公斤；女的23岁左右，1.62米，52公斤。男的是被勒死的，但女的是活活给砍死的。她的肩胛、头部有多处劈砍伤口，
而这些开放性伤口边缘都有白细胞，说明是死者生前造成的。而且你们也看见了，面部损毁严重，没法辨认。其他呢？其他两者的死亡时间很接近，目前尸僵还没有缓解，说明两者的死亡时间不超过24小时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两个很有可能死在第一名被害人之后，但间隔不久。就这些。有什么线索吗，老关？怎么着？咱俩出去聊聊吧，做个简单的器官解剖。你这也算是对老搭档落井下石了。我以为你骨子里还是那个有正义感的好刑警。我也以为你还是原来那个好兄弟。行，开个条件吧。我要看我弟弟那个案子的案卷，所有的现场勘验记录、监控录像、尸检报告，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一切我都要看。把这些都透露给你，这雷我可背不动。我不强求啊，不过你要想清楚，有些雷远在天边，有些雷近在几个小时。如果一会儿再出现新的石块，我看你怎么办？你这是拿无辜的受害人威胁我？我这是拿拯救无辜受害人的生命换取我弟弟的清白。你怎么知道关宏宇是清白的？所有的案件上证据，我自有判断。等我看完案卷以后，如果他无罪，我就给他平反；如果他有罪，我可以帮你们抓他。我要是答应你，你能为我做什么？24小时，抓着凶手。行，我答应你。可咱那约法3章，要是有一条你做不到，今儿这谈话就算是没发生过。行，你说吧。第一，你只能在我办公室里看卷，不许拍照，不许复印，不许对任何人谈及案件的内容。第二，看完卷之后要把你的推断告诉我。第三，不只是这个案子，以后我手头上有任何破不了的案子，你必须随传随到，没有正式编制，没有工资，也没有警察的职权，你只能作为顾问来协助破案。成，但我也要约法3章。说。第一，你不是已经派了一个丫头片子成天盯着我吗？其他的警力就别浪费时间了。第二，知道我为什么搬家吗？以后别再在我家门口装摄像头，还有派那几个人，整天拿着望远镜往我家里看，搞得我都不敢拉开窗帘。第三，手机的监听定位也都免了吧。作为人民群众，我也得有点自己的隐私。行，那让那些铁锤镰刀都卸了啊！再说了，这些玩意儿在你那儿不就形同虚设吗？我这也是例行公事。那就算说好了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准备布控吧。已经可以布控了。那怎么办？守着尸块又抓不到人。哥们儿，给你交个底儿吧，上面要我48小时内破案，
你要真能在24小时抓住这个连环杀手，背不住我还能立功呢。连环杀手？连环杀手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犯罪率？你刚才没听亚楠说吗？谋杀与谋杀之间的冷却期已经短到了忽略不计的程度。这是个典型的狂欢性谋杀犯。什么意思？你还没明白吗？24小时不是上面的时间，也不是咱们的时间，而是下一名被害者的时间。如果我们在24小时内抓不到凶手的话，你就等着给新的被害人收尸吧。兄弟们，目前这个抛尸案形势很严峻啊。咱们的官队虽然人在对外，但是他的心……目前有3名死者，除了已知的第1名死者以外，还有昨晚那对男女。要不你上去说？虽然我们没有时间通过市局技术队做 DNA 比对，但不出意外的话，第2名被害人和第3名被害人应该是兄妹，2人共同居住。其中男性单身无业，通过他的右手手掌外侧的轻微变形来看，他应该是长时间沉迷于上网或者网络游戏一类的事情，不经常出门。这一点和第1名被害人比较相似。从耳廓侧特征和下颌骨之间的相似度来看，女性被害人和男性被害人应该属于亲属，很可能是兄妹。女性死者右手掌心有茧子，很可能是长期乘坐公共汽车或者地铁。他的脖子上有佩戴项链的痕迹，手上没有佩戴首饰和手表的痕迹，但他起手腕处有常年佩戴手套的痕迹，指甲和指尖明显有长时间遭受化学药品侵蚀的迹象，是氢氧化钠和烷基类成分。也就是说，死者生前很可能从事的是洗碗工或者保洁员一类的工作。死者的脚趾新涂了指甲，这个季节并不会穿鹿角趾的凉鞋，而一般人也不会涂指甲给自己看。另外，死者的处女膜呈现新鲜破裂的痕迹，生殖器上没有外伤和擦伤，也就是说，死者在不久前应该自愿和什么人发生过性行为，很可能是结交了男朋友。另外，根据女性器官解剖的内部检查来看，亚楠，通过解剖，我们在死者下体发现脂酸和甘油等残留物，还有少量的凡士林。死者生前有中度的妇科炎症。可能用的是科梅唑类药物，是处方药吗？哦，对，是的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找的是一名从事保洁类工作的23岁女性，身高1.62米，体重52公斤，和年长自己5岁的哥哥同住，很可能新近结交了男朋友，所以不可能没人发现她的失踪，除非凶手就是她的男友。她应该是在不超过1个月的时间内曾经去医院做过妇科检查，而且根据处方开了克梅唑类的药物。为什么是不到1个月内呢？因为处女膜的破裂伤口创面还没有完全愈合成型，而用药则是在处女膜破裂之后。说白了，死者很有可能在不够清洁的条件下首次发生了性行为，而处女膜破裂之后感染加重了炎症，所以才就医诊治用药的。小王，你去市局让他们帮忙协调一下药监局和卫生局，查一查全市这个克敏唑类药物的销售记录和处方。得嘞。小刘、小李，抛尸地半径5公里内所有的保洁公司和没有到岗上班的相关女性，你们带人给我一一排查。好，小赵，你去附近的派出所去调取最近2天这个人口失踪的报案。可失踪报案都在48小时后才受理，所以很可能还没有正式立案。那就一家一家的找。啊，联系一下报警中心，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报案。是。根据官队的分析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这是一名企图在短时间内继续作案的丧心病狂的狂欢型杀人犯。我们必须要在24小时之内抓住他，避免下一个无辜者受害。是。小王，你去市局让他们帮忙协调一下药监局和卫生局，查一查全市这个克敏唑类药物的销售记录和处方。得嘞。小刘、小李，抛尸地半径5公里内所有的保洁公司和没有到岗上班的相关女性，你们带人给我一一排查。好，小赵，你去附近的派出所去调取最近2天这个人口失踪的报案。可失踪报案都在48小时后才受理，所以很可能还没有正式立案。那就一家一家的找。啊，联系一下报警中心，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报案。是。根据官队的分析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这是一名企图在短时间内继续作案的丧心病狂的狂欢型杀人犯。
我们必须要在24小时之内抓住他，避免下一个无辜者受害。是。法官，你看这下一步，我可能还要去昨天晚上的现场看一下。哎，老关，不是已经锁定被害人的范围了吗？你还去？不是为那名女性被害人，关键不在她，关键在于第一名被害人。第一名被害人？对，她的头部和右臂不是一直没有找到吗？如果不是我们还没有发现尸块的话，我觉得她的头部和右臂上应该有能证明死者身份的东西。既然凶手这么苦心的隐藏，说明他们之间可能有某些关联，这也符合连续作案的暴力性犯罪。这怎么讲？连续作案的暴力性罪犯，一般第一次作案都会以自己身边某个对象为目标。如果我们查出死者的身份，顺藤摸瓜也就不难了。哎，法官，又怎么了？想个助手吧，谁都行，我没别的意思啊。毕竟你现在不是咱们队的正式编制，那总得有人策应你的安全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万一到行使职权的时候，那还有个能量正点的好啊。好像我也没得选。关老师，昨天晚上我要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我就是……没事儿，应该道歉的人是我。不，都是我初来乍到，我应该给您道歉，给您添了那么多麻烦。不过您说那个保安说的话能作为排查方向吗？不能。啊？没有经过刑侦训练的人，容易出现所谓的目击缺失，也就是对看到的事物没法精确的复述或者回忆。那您还派我？您在找什么呢？心理安全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熟悉的、经常活动的区域，也就是所谓的心理安全区。对于犯罪这种极端的行为，心理安全区就更加重要。大部分连续作案的凶手，头几次基本上都是在自己心理安全区之内。那怎么确定心理安全区呢？这个范围通常是以凶手的住所、工作单位，还有常去的娱乐场所为中心，向四周辐射。如果他出门惯用是步行的话，那么辐射的半径不超过1公里；骑车的话不超过3公里；如果是开车，大概是5到10公里左右，或者更多。那如果是骑摩托车呢？不管骑的什么，确实有点反常。4个出入口，凶手为什么不走慢路？关老师，周队说找到了。女性被害人叫谢静，远洋国际的保洁员，今天没去上班，电话也打不通。她的身高体重都符合尸体的特征。她跟她哥哥一起住，2个人是从杭州来打工的。啊，哎，对了，谢静最近交了个男朋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来了，法官，进一步核查了吗？市局的核查报告，谢静2周前去妇幼保健医院去看过病，医生给她开了3种妇科药，其中就有这个克梅唑栓剂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就是她。还有就是小区物业说啊，说这个谢静她哥哥呢平时足不出户，长得是又肥又胖啊，好像是他妹妹养的。怎么还不进去？房子还没送钥匙呢。
不等了，破门进。先别急，这很有可能是一处分尸现场，而且不排除凶手就在里边。哼，说真的，我还巴不得他在呢。小王，图纸给我。哦。这就是谢晋小区的平面结构图。这个谢晋住的是一室一厅，破门进来呢，应该就是客厅，分3路，给我把住了厕所、厨房还有起居室，一定要保护现场的安全。如果凶手在，立马给我拿下。是。哎，你说这个凶手会不会还有什么特征？如果屋里有任何男人，那他就是凶手。那谢晋男朋友要在呢？那谢静的男朋友就是凶手。你好，小区物业。有人吗？地儿找对了，但是人不在。让你的人出来吧，封锁现场。来，都出来了。跟第一抛尸现场足迹相同。现场在里面呢。怎么不能在卫生间呀？卫生间与隔壁邻居相连，凶手估计是怕动静太大了，引起别人的注意。而且从平面图上看，那儿空间太狭小了，不适合做大动作。可是。流了这么多的血，这地板都没有做防水处理，这不得渗到楼下呀？拿床垫当海绵了。你就别进来了，下楼去迎一下房东，给他做个笔录，问一下钥匙的事儿。那我下去了。关老师真是越来越善解人意了啊！还不是你派过的人太弱了。哎，高儿，朱队，怎么样啊？现场有大量的血指纹和血足迹，凶手应该是在床上肢解的尸体，床单和床垫吸收了大部分的血液，床上还有一些组织。接下来怎么办？接下来，这儿的证据足够你去找嫌疑人的了。不过最重要的就是凶手是怎么进来的，对吧？刚才我们都看了，对不对？门上没有被撬过的痕迹，而且锁也不是新换的。还有就是说，要么就是受害人自己开门让凶手进来了，要么就是凶手有钥匙。这钥匙在人手里，也就无外乎要么房东，要么就是他们兄妹俩。谢静的男朋友？不可能，这钥匙一共2把，一把在我这儿，一把在谢静和他哥那儿。可谢静万一私自找人配了几把呢？那我怎么知道？赶紧说说我这房子怎么了？我劝您还是别上去的好。那我修房门的钱你们谁给我报销？总不能就这么给我把门砸了，算我倒霉吧？不是，您放心，我们肯定。那个保安啊，真看见了。看见什么了？不知道。一个穿着艳色服装的摩托车手。中队正在现场出现疑犯，正在向东北跑去。
嫌犯什么特征？红白相间的皮衣，红黑色的头盔，然后黑色的摩托车。哎，周队，周队！接着跑啊！喂，老关，我在永宁街东北口截获了嫌犯，啊，赶紧叫人来清理现场。对，终于知道他妈谢静长得什么样。跑啊，跑什么跑啊？有人追我，我下意识就跑了。不做亏心事儿，警察追你就跑啊？你们警察牛逼呗，见谁抓谁不是？你废什么话呀？啊，你不跑能追你啊？你们不追我，我会跑吗？你不跑，我不就不追你了吗？你不追我，我不就不跑了吗？哎，真他妈废物！哎，你去，把他换出来。我能行吗？我还没审过讯呢。这么大的案子，要不要关老师和周队一起呀？去吧，没事儿。别忘了我刚才教你的。法官，你真放心这丫头片子？反正指纹和脚印都比对过了，他也不是凶手。让孩子们去练练手，没大所谓。啊，这孙子肯定背事儿了啊！要不会跑那么积极的。是啊，你把他给弄成这样，他要是没事儿，你不就得有事儿了？姓名5号，年龄25，家住哪儿？丽景家园。家里几口人？我和父母一起住。我爸是环卫工人。今天去小区做什么？去找一个朋友玩。哪个朋友？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吗？不知道。那你和谢静之间到底怎么回事？就是朋友关系。就是朋友？接触对象的那种。那你还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？谢静都和你说了什么？还真不是他杀的。这个谢静啊，发现她男朋友是摩托车盗窃团伙的，所以就威胁她，然后如果再干，
不但分手，而且还会报警。这小子给谢静打电话，找不着人，着急了，来到他家楼下，发现有警察，他以为谢静报了警，这才跑的。所以这线索又断了。哎呀，天哪！哎呀，哎，您是经理啊？有是吧？多吗？咱们那个随便看一下。可以。车队啊，这家不是，咱去那边吧。走，查一下，就是你这个小区。哦，好，谢谢。王老师，这都拆成这样了，我们还能找到什么呀？地图。知道为什么让你放弃一线的行政工作吗？每天面对无数的现场勘验、尸检报告、监控录像、指纹啊、脚印、书证、物证、目击证言，你要不断地利用自己的刑侦知识做出判断和选择。而这个判断一旦错误了，整个的行政方向就会受到误导。关老师是不会出错的。没有人敢保证自己从来不出错。如果我判断错了凶手的心理安全区的话，我不但抓不到凶手，有可能某些无辜的人还会因为我错误的判断而丧命。所以，一线的侦破人员手里握的不只是正义和真相，更可能是那些无辜者的生命。不会的，我们这么努力，肯定能找到他。这世界不总是善恶有报的，做刑警的日子越长，破不了的悬案就越多。以后你慢慢就知道了。关老师，你也有破不了的案子吗？这附近有多少个小区8个，周队正在南边那2个小区做走访呢。8个。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抛尸呢？他看得到这儿。喂，关老师说可以进一步缩小范围了，先排查能看到工地的小区住户。能看到工地的小区住户，名单。哼，干得漂亮啊！这样就把原来的范围缩小到1/4了，从90人还剩28个，现在还有18个。哎，只找看见工地的还有5个。就在这5个小区找手排档的车，范围锁定在院内。行嘞，好，马上排查。关老师，你怎么能确定这车就停在院子里呢？长期不出门的人会把自己的车停在比较安全稳妥的地方。关老师，那有一辆手排档的车。
可怜的野猫啊！这应该不是野猫，指甲不久前被修剪过，毛根里面有浴液的味道。你是说？不会吧？这么巧？只可惜啊，这猫不像狗那么认家，要不然啊，它就可以带我们去找它主人了。但是它认识主人的车。吗？可你怎么能确定就是这辆车呢？法官，谁告诉你猫不认识家？法官，猫这事儿我算是听明白了。你是怎么确定这车是死者的呢？死者身高应该跟我差不多。我刚才坐在他车上的时候，觉得位置刚刚好。不过方向盘离座位的距离比较远，应该是个胖子。烟灰缸虽然是干净的，但是车顶的内衬有烟味儿。这孙子肯定是怕纹身和这脸暴露死者的身份，也一定是王晨的熟人。政委，法官，是合租的。合租啊？我还以为是他一个人租的呢，早知道就从合租查起了。哎呀，那范围更大了去了，更不好查。关队，我们查到，王晨啊是个游戏测试员，平日足不出户，就在家工作。然后他那个工资啊也是网银支付的。那个物业公司跟我们说呀，跟他合租那个人叫高远，26岁，好像是在什么快餐店打工。我们正在查那快餐店。我去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应该是自制的肾透析仪器。有些尿毒症患者或者肾衰竭患者，因为治疗费用昂贵，会拿这种机器自己进行透析治疗。周队，房主的指纹已经提取出来了，现在还不能做精确比对，但是从斗和旗的分布来看，跟凶手的指纹基本吻合。凶手就是高远。要我说也别联系什么快餐店了，直接派2队过去抓人。如果这小子不在，就原地布控，等着他出现。他是给那家快餐店送外卖的。高远骑的是电动车，后面配备了外卖箱，用外卖箱转移尸块，绝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之所以他不从正门走，从小区的缺口进入小区的垃圾场，就是因为那个小区根本不允许送外卖的进出。高远没有房间钥匙，很可能是谢静的哥哥订了外卖，所以他才能进屋。高远在杀害了谢静的哥哥正准备分尸的时候，不巧谢静回来了，所以谢静才在门厅被活活的砍死。通知辖区的派出所便衣备勤，封锁小区所有的出入口，调取监控录像，看看这个高远到底什么时候出入小区。另外，让其他各组从快餐店一直到这儿沿途布控。这样，我现在去啊。好。
老高，怎么样？凶器找到没有？还没有啊。关老师，高远他为什么要杀人呢？他有什么作案动机吗？这个人与社会存在着明显的隔阂感，他有肾病，很严重，要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，就只能自己治疗。他应该是一个智商很高，但却很自卑的人。他一直渴望有一个健康的肾，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所以心态就变得越来越扭曲，憎恨、厌恶那些有着健康的身体，但却自甘堕落的人。哎，这垫子下边找呗。哎，来看我垫子下面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这好像是高远的工牌号17655。行吧，再找找啊。喂，我是刚才往您家送外卖的，我的工牌是不是落在您家里了？工牌号是17655，17655，17655。王宏宇，开门。我知道你在里边。关宏宇，开门啊！关宏宇，开门！关老师，是你电话吧？喂，你挺牛逼呀，竟然发现了我的秘密。那你还不赶紧自首？不过，我也发现了你的，不，是你们的秘密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在你家呢。只要我发出任何的声响或打个电话，你们俩都得给我陪葬。我要跟你谈谈。关老师，你怎么了？多少天出来，跟老专那儿具体说一说。怎么了，老关？啊？还没事。身体吃不消了吧？熬了一夜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啊，你的任务完成了，这儿交我了。那我先走了。我要不要送关老师回家？不用了，你也一直没睡，开车不安全。慢点啊。
别动！玩这么大一局，我看看。哎，你们俩还真他妈比我牛逼呀！这局玩的够大的。我瞅瞅，连脸上的疤了都一样。哎，一个警察，一个通缉犯，你们俩这双簧，唱的可真他妈绝了。为什么杀那些人？人？是什么人？王晨和谢静兄妹。别告诉我不是你干的。你说说啊，每天把自己关在黑屋里边，不见天日，只有黑暗和潮湿才让他们觉得安全。这样的是人？不是，是蟑螂，脏兮兮的蟑螂。你就是蟑螂。王晨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？他他妈不就这样吗？啊，每天把自己关在黑屋里边，无所事事，关着灯，对着电脑，吃着外卖。你说像他这样，人生还有什么意义？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那你人生的意义有吗？那当然，我的意义就是在帮他们。蟑螂会自杀吗？不会。他们也不会，他们心底里特别希望有我这样的人出现，来帮他们死，好让他们早日投胎重新做人。哎，你说多有意义呀！啊！所以说，你认为你杀的不是人，杀的是蟑螂？对。我就说吧，还是你哥，你懂我。那谢静呢？那个女孩子也算蟑螂吗？那是她回来的不是时候。还真怪不得我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一个天天供养蟑螂的人，也是在纵容他们浪费生命。他死得不冤，你说是不是？你杀了这些人有什么用？我恨他们。我羡慕他们，我多么羡慕有一个有健康身体的人。这个世界太不公平，哪怕一个囚徒，一个乞丐，他们都有一个健康的肾。我呢？啊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即便是这样，我仍然在坚强地活着，我积极的工作。而他们呢，明明有个好的身体，却蜷缩在阴暗的角落里，白白的浪费生命。他们不配活着，不配。你没有权利决定别人的生死。我他妈就这么做，别动！今天你们哥俩的命也在我手上，我就要看看我有没有这个权利。反正他是个通缉犯，我杀了他。王晨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？他他妈不就这样吗？啊，每天把自己关在黑屋里边，无所事事，关着灯，对着电脑，吃着外卖。你说像他这样，人生还有什么意义？没有。一点都没有。那你人生的意义有吗？那当然，我的意义就是在帮他们。蟑螂会自杀吗？不会。他们也不会，他们心底里特别希望有我这样的人出现，来帮他们死，好让他们早日投胎重新做人。哎，你说多有意义呀！啊！所以说，你认为你杀的不是人，杀的是蟑螂？对，我就说吧，还是你哥，
你懂我。那谢静呢？那个女孩子也算蟑螂吗？那是她回来的不是时候，还真怪不得我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一个天天供养蟑螂的人，也就是在纵容他们浪费生命。他死的不远，你说是不是？你杀了这些人有什么用？我恨他们。我羡慕他们，我都不羡慕有一个有健康身体的人。这个世界太不公平，哪怕一个囚徒，一个乞丐，他们都有一个健康的肾。我呢？啊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可即便是这样，我仍然在坚强地活着，我积极地工作。而他们呢，明明有个好的身体，却蜷缩在阴暗的角落里，白白的浪费生命。他们不配活着，不配。你没有权利决定别人的生死。我他妈就这么做了，别动！今天你们哥俩的命也在我手上，我就要看看我有没有这个权利。反正他是个通缉犯，我杀了他，杀了他也是为民除害吧？哈！慌慌张张的，怎么了？陆队，你快看，看什么？这么多台，看哪个？这台。哼，行了，请我吃饭吧啊！让我救你和老关一命。哼。快给老关打电话。别动！你他妈别动！没人接呀。小王，小王，带着4队跟我走，马上！佛光小区，赶紧去老关家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帮我摆脱嫌疑。看来我高估了你的智商。现场证据那么多，谁也帮你消不了罪。那你就他妈不给我想办法！你他妈有车能找到我，你就有办法让我逃出金港。我帮你干什么？让你去杀更多的人吗？你他妈跟我假正义是吧？啊！你不是已经这么做了吗？啊！你这个逃犯弟弟不就在你家里藏着吗？你说他吗？他是我哥，我才是关宏宇。你们他妈耍我是吧？啊！老子陪你玩到底！你他妈别动！别动！我就拿出来行吗？你要干什么？刑侦队长打来的，接还是不接？反正你的条件我满足不了，也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吧？不是吧？你别动，别接！你信不信啊？我把你弟，我把你哥搬了，你他妈把我放下！放下！还是没人接啊？你觉得我会在乎他吗？我杀过一家5口，连4岁孩子都没放过。我会在乎他的死活？杀吧！你杀了他，我就是名正言顺的关宏峰了。你跟我弟弟结伙作案，我做哥哥的大义灭亲，
你们之间狗咬狗，关我屁事啊！我怎么现在就怕了呢？你他妈才是关宏宇！周迅来了。